在上一季中，男主叔叔强行想让男主离开便当店，回家继承家族企业，发出了灵魂拷问：你真的要在这小小的便当店虚度你的厨师生涯了吗？阿佑含泪对江马叔说，无论在便当店还是在西餐厅，他都不介意，只要用心为客人准备每道菜，他就觉得很幸福。看着阿佑的坚定，江马叔拿起包走了。他明白阿佑父子的追求完美料理的决心是一样的。千春在后面追上，带了阿佑做的便当给他。这次他没有推辞，阿佑也对着江马叔叔离开的背影郑重地鞠了一躬。从那之后，阿佑开始直接叫千春的名字了。转眼寒冬过去了，北海道迎来了炎热的7月，千春也成了小熊便当店的常客。大家都在休息时，他和黑川先生特地来与熊叔还有阿佑聚餐，这是他们的第4次聚会。清爽的拌面，熊叔自制的玉子烧，阿佑做的炸鱿鱼和炸鸡，配上假日的啤酒，最棒了。这时，一个帅气的男人走到门前，问有没有人在。阿佑刚开门，就被一个男人一把抱住。男人叫华田将平，之前在东京的一家餐厅里，他成了阿佑的铁粉。为了经常去吃，拼命工作。神奇的是，吃了阿佑做的便当后，他的事业也越来越顺利。后来他另起炉灶，创建了自己的服装品牌。可惜的是，不知为何阿佑突然离开了。最近杂志刚好宣传了小熊便当店，他在其中一张照片里看到了阿佑的背影。从东京特意赶来，他想再尝一尝阿佑做的菜，不在乎花多少钱，他就想要那种极致美味，让人充满活力的，哪怕是人生最后的一餐也不会流汗的神奇便当。刚刚有点夸大了。看到阿佑和千春那好奇的表情，将平只能解释，只要再尝到阿佑的料理，人生就再也没有遗憾了。双方约定明天中午12点见。江平就走了。可阿佑觉得江平最近肯定有事，和以前在东京时完全不同。晚上，千春用手机搜了一下江平创建的服装品牌的消息，全是资金链断裂的新闻，负债累累。破产后的江平连老家都不敢回，只敢给父母打电话听听声音，不敢吭声。千春看了新闻后，直接赶到小熊便当店。大家开始疑惑，江平说的最后一餐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吃完饭后就要寻短见了吗？千春满脸担忧地看着阿佑。阿佑回想起以前的江平，那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位客人。那时阿佑刚刚成为店长，江平特别喜欢他做的菜，他会给阿佑最真诚的建议。阿佑遇到困难时也会鼓励他。现在江平有了难处，他也想做一道能让江平振作的菜，但他更担心江平吃完自己做的便当后心事已了，走向绝境。在熊叔的劝说下，阿佑终于决定不管结果如何，他想用便当给江平力量，让江平继续活下去，继续吃他的美食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特地去了海鲜市场。千春也在午休铃声一响，匆匆离开办公室，赶到小熊便当店。约定的时间早就过去了，却不见江平的踪影。他们只好在街上四处找人。终于，千春在河边看到了失落的江平。他直言告诉江平，大家都知道他破产了。江平也没再隐瞒，只是说自己没脸吃阿佑的便当。他内疚地说，品牌倒闭是自己的错，一开始一切顺利，但急于拓展海外，被骗了不少钱，连累了供货商和员工。他现在无颜回老家。千春不敢说自己能体会他的痛苦，但他说阿佑真的把他当朋友，如果他还是阿佑的粉丝，别再躲开这次的午饭了。江平总算愿意跟千春回去了。刚打开便当盖子，里面是一份鲜嫩的牡蛎饭。千春觉得一定很美味，但熊叔好奇，为什么7月吃牡蛎？这是后岸的牡蛎吗？后岸是江平的家乡，通常来说，牡蛎只有在寒冷天气才会肥美，夏天产卵后肉质会变差。但后岸由于水温较低，能维持牡蛎的理想成长环境，
一年四季都有最美味的牡蛎。阿佑用牛芳丝高汤煮米饭，然后加热大颗牡蛎，与米饭搅拌均匀，牡蛎精华进入米饭中，味道绝佳。果然，这第一口的味道就让江平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太好吃了，江平说，家里几代人都是捕牡蛎的渔民，但他从小就向往城市生活，长大后毫不犹豫地抛弃故乡去了东京。可是工作2年却非常不顺利，也跟谁都合不来。直到某天，在街边看到一家餐厅，招牌写着售卖后岸牡蛎。那天他认识了阿佑，阿佑眼睛发亮的告诉他后岸牡蛎有多美味。尽管他不感兴趣，但他非常惊讶，在大城市里竟然有人如此认真思考，怎么把爷爷和爸爸捞上来的牡蛎做得更美味。明明从阿佑那儿学了不少，可自己还是搞砸了，还要装作一切顺利，甚至撒谎。江平觉得这样的自己简直太糟了。阿佑告诉江平，他做的牡蛎饭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虽然后岸的牡蛎一年四季都好吃，但冬天的牡蛎最美味。那时牡蛎的甘糖比夏天多10倍。他还想让江平尝尝用这种极品牡蛎做的牡蛎饭。听到阿佑这样说，江平哭得更厉害了，眼泪掺进牡蛎饭，却让它更鲜美。江平明白了自己的未来，于是他鼓起勇气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之后开始在后岸养殖捞牡蛎的生活，比之前轻松愉快多了。他还特意送来了秋季牡蛎活动的邀请券，希望千春和阿佑能一起去。不过自从江平的事发生后，阿佑决定小熊店里得加几道新菜了。今天有2顾客点了10人份的北极贝咖喱，但阿佑只做了10人份，所以千春想吃时已经卖光了。千春在犹豫今天要选啥便当时，店里来了个胖胖的女士，附近高中的数学老师，她叫三轮，跟千春也认识。三轮老师一进来就买了个炸鸡便当。你不是说饿了吗？三轮老师从外面带进来一个20岁的女孩，打扮挺时尚的。三轮老师说2人很久没见，因为女孩说还没吃饭，所以一起来了。女孩叫土田若菜，是三轮老师之前的学生。阿佑问若菜喜欢吃什么，菜单上没有的菜，只要给她点时间也能做出来。阿佑推荐了季节的土豆玉米，还有肥秋刀鱼，可若菜看起来都不感兴趣。于是阿佑拿出了招牌高汤玉子烧，若菜尝了一口，鲜嫩美味，确实不错，可他还是不想点便当。请问吃什么会胖呢？会胖？有人说我太瘦，看着很恶心。三轮老师一眼就猜到，说这话的一定是若菜的男朋友。自从和若菜交往后，这男人先说若菜太胖，让她减肥，结果导致她不吃饭，营养不良。他现在嫌若菜太瘦，让她增肥。可若菜觉得这是男友的关心，所以即便三轮老师苦口婆心的劝说，她也不听。结果若菜一下子冲了出去，三轮老师追不上。今天千春点了一份秋刀鱼便当，现在正是秋刀鱼的旺季，鱼肉特别肥美，烤的火候恰到好处，表面微微酥脆。千春吃饭时说他很担心若菜，但阿佑相信若菜对玉子烧的反应，说明他一定会再来的。话还没说完，若菜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我可以再点些吃的吗？当然可以。千春建议他试试秋刀鱼便当，但若菜拒绝了，他更想吃咖喱，或者像洛可摩可汉堡饭之类的，因为吃起来方便。若菜跟着千春走到店后的房间，看到千春用筷子把鱼刺挑干净，若菜觉得他太厉害了。阿佑给若菜准备的是蛋包饭便当，色彩丰富，看上去好好吃。若菜拿勺子的样子很奇怪，但并不影响蛋包饭的美味。他一口接一口的吃，很快就把整份蛋包饭吃光了。还可以再来一份吗？当然可以。从那天起，若菜成了小熊便当店的常客，每周至少来3次。他还吃了海鲜炒饭和亲子盖饭，每次吃咖喱等美食都是用勺子吃，从没试过用筷子。一个下雨天，
千春和若菜一起吃饭时，千春问若菜为什么不和男友阿拓一起吃饭。若菜支吾着说，阿拓嫌他吃相难看，总是唠叨他，就老让他减肥增肥，自己也不想和他一起吃饭了。这样你还喜欢阿拓吗？若菜有时候也会想这个问题，可一想到阿拓偶尔煮的拉面，这说明阿拓是在乎他的，所以他不希望阿拓嫌弃自己。突然，若菜又聊起小时候的事，他爸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妈妈找了新的男朋友，但继父总在饭桌上打骂他，所以他现在一点都不喜欢吃饭。这些童年里的伤害，给他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。毕业后，他立刻搬离了那个讨厌的家，跟男朋友阿拓住在了一起。也许是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，若菜每次看到别人吃饭时都很香，大家看了肯定很眼红。我们应该多一起吃饭，只要你不介意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千春把这个不自信的女孩当成了真正的朋友，所以她吐露了心声，希望若菜别生气。在千春看来，阿拓并没有在乎若菜，他只是在利用若菜对他的好感。若菜说着准备跑出去，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。电话是阿拓打来的，为了证明自己在阿拓心中的地位，若菜特意打开了功放。阿拓，你是爱我的，对吧？这不重要，你快回来吧，浴室没人清理了。话说你既然有钱吃饭，不如拿这钱出去玩吧，反正你不是无所谓吃不吃饭吗？千春抢过电话表达了不满，但阿拓嘲笑道，不信若菜能交朋友。若菜委屈地哭了，夺过手机冲了出去。千春想追上去，却被阿佑拦住。不论旁人怎么劝，若菜还是不会改变。如果他不接受自己，不懂得珍惜自己，同样的事还会再发生。阿佑觉得要改变，若菜必须主动克服自己的问题。千春觉得阿佑太无情，不明白他怎么想的。大雨后的一夜，他和三轮老师约在公园见面。他担心若菜一回到阿拓身边，就会不好好吃饭，甚至可能会挨饿。三轮老师建议两人一起去若菜的家看看，但半路上遇到提着行李的若菜。我离开那里了。三人一起去了小熊便当店。若菜反省了自己，总是逃避不想面对的事。千春告诉她没关系，因为自己也因男友出轨才逃到北海道。阿佑给若菜准备了特制便当，用各种夏季蔬菜做成的天妇罗便当，不仅营养美味，还在酱料里加了生姜，清爽又开胃。但若菜却抱着便当快哭了。阿佑这次没给她勺子，而是递给了一双筷子，不会用就得多练习。不过阿佑早就明白这一点，但这正是若菜一直以来的痛。小时候家里没人关心她，自然没人教她怎么用筷子，连阿拓也笑她用筷子的方法很怪。但在小熊便当店里，没人会因为她用不好筷子嘲笑她。若菜仔细地把筷子握在手中，询问三轮老师和千春能不能教她正确用筷子。大家的温柔和体贴让若菜很感动。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，感到痛苦，想要逃避。阿佑和千春同样在小熊便当店里找到了力量和勇气。若菜努力之后，第一次用筷子夹起食物送进口中，这瞬间的幸福是他20年来未曾有过的。小熊便当店再次给痛苦的人带来了幸福感。千春送了一双筷子给若菜做礼物，然后又找机会向阿佑道歉。其实阿佑也很为若菜着想，自己却由于情绪自负，说了埋怨阿佑的话，实在是感到很抱歉。不过阿佑认为，能为别人发火和流泪的千春真了不起。千春也决定，只要阿佑不开心，自己一定会陪在身边帮忙。阿佑立刻说，有件事想告诉千春，他想请千春一起研发便当店的新款，他来做，千春来试吃，希望你能帮忙。好的。虽然和想象的有点差距，但千春还是很开心。转眼秋天到了，海胆蘑菇，秋季各种当令食材
铺满了阿佑的料理台。他打算用这些食材制作季节美味便当。他家的魔法便当已经出名，远近闻名。慕名前来光顾小熊便当店的顾客也越来越多，其中不乏老顾客带来的新朋友，比如这对姐弟，就是听江平讲过后，特地来尝试店里便当的。姐姐叫南波美马，弟弟叫南波一马。千春热情地把他们带进店里。原来这对姐弟在旅行，来到札幌前，他们已经去了函馆、旭川和石胜，一起吃了海胆和螃蟹等美食。听说这里的便当有魔法之后，决定旅行的最后一餐在小熊便当店享用魔法便当。伊马兴奋地说，姐姐刚考过了司法考试，在他心里，姐姐漂亮聪明，一直支持并保护他，简直就是他的榜样，也是天生正义感十足的律师。他想为姐姐做点什么，为了给姐姐庆祝，于是拿出打工团的积蓄，带着姐姐出来旅行。这是旅行最后一顿饭，所以一马想要吃到难忘的顶级便当，准备带上飞机回城吃。他想便当汇聚北海道美食之精华，像汤咖喱、成吉思汗锅、鲑鱼卵和哈密瓜这些，尽量全面的准备。顶级明星同台，他只想和姐姐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但美马看起来情绪不佳，而且好像还怕给别人添麻烦。千春看出了美马的尴尬，劝一马先回酒店歇歇，他想和美马聊聊关于江平先生以前的事。对不起，我弟弟让人太难看了。弟弟一走，美马就主动说要取消预定的便当。他说弟弟比他小7岁，父母对小孩要求特别严格，从出生起就承担了父母的期望。但伊马性格冲动，不善交朋友，渐渐就不想去上学了。一马的表现让父母非常失望，也因此逐渐疏远了他。他作为姐姐，就担负起了一部分父母的责任。为了缓解一马的焦虑和孤单，美马也尽全力照顾他。她确实是个好姐姐，但千春不明白，为何美马仍然取消了便当。我已经没法再做一马的榜样了。美马说自己已经充分享受了这次专属于他们姐弟的北海道行，所以不需要这顿便当。但阿佑感觉美马还有很多话没说，他坚持想为美马和一马制作最后的特别便当，因为这是他作为厨师的荣耀。听到这儿，美马也没再拒绝。当晚准备离开时，千春已经饿得不行了。阿佑特意把新菜打包整理好，还写了清单让千春带回家尝尝，希望他能记录下每道菜的感受和评价。千春非常感动，对阿佑的每道菜都特别喜欢。为了写下真实的感受，他非常用心，把所有华丽的词语都用上，给弟弟妹妹准备便当。阿佑已经有了主意。第二天是小熊便当店的休息日，大家都聚在店里。一打开便当盒，也没有表现出惊喜。看着这些简单的摆盘，他有些纳闷。阿佑说他在盒子里放进了北海道的秋季盛宴，这和我想的完全不同。这怎么是全明星呢？阿佑解释说，最中间的米饭才是重点，虽然乍一看差不多，事实上是6种不同的北海道秋季新米，每一种都很受欢迎。从右到左依次是沙川地产的梦美人米、美拜地产的龙月米、北斗地产的福禄寿米，还有新津地产的七星米、上川地产的星之梦和北空地产的神明北海道闪亮米。原本北海道因为气候寒冷，不适合种植水稻，所以大家都吃其他地区产的大米。但北海道的农民们不断改良，坚持不懈，经过一遍遍的辛勤耕耘，才有了如今丰富多样的大米。每种大米的口感和甜味各有特色，再搭配上各种美味的配菜，才成就了这份精致的便当。为什么要拿出这个便当？这大米让我觉得自己特渺小，因为它是我辛苦奋斗才得来的。在一马心中，姐姐才是真正闪耀的存在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姐姐根本没通过司法考试。美马哭着向弟弟道歉，因为在法律事务所打工，很难腾出时间来复习。但她知道弟弟一直在为这次旅行攒钱，
迫不得已撒了谎。他也希望自己能让弟弟一直感到骄傲啊。可弟弟其实根本不在意这些，无论司法考试过不过，每码都是他引以为傲的聪明漂亮姐姐。两人带着便当上了飞机，细细品味。这是他们旅行的最后一餐，新米全明星的味道，真是一世难忘啊。一马想起自己爱哭时，姐姐会捏饭团给他吃，那个饭团的味道是他人生中最棒的。南博姐弟的事圆满解决，千春其实很烦恼，因为公司要把他从北海道调回东京，但他舍不得小熊便当店的美食，更舍不得心仪的阿佑。可他的家人都在东京，所以他一直很纠结。这天4个人一起品尝新米时，千春的电话突然响了，阿佑跟了上去，结果听说千春要调回东京总公司了。他说千春如果遇到困难，希望能告诉自己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能帮上，但还是想尽一份力。回家路上，千春一直在思考要不要回东京，开门时却发现门没锁。他谨慎地走进房间，不敢开灯，幸好浴室、厨房和衣柜里都没有人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开灯后发现早上晾在阳台的衣服不见了，他赶紧拿出手机给阿佑打电话。这时听见门锁转动的声音，阿佑听到千春的尖叫声，急忙赶去他家。喘着粗气推开门时，看到房间里除了千春，还有一个中年女人，竟然是千春的妈妈亚纪子。千春，你想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千春，你不打算回东京了吗？其实千春到现在也没拿定主意。第二天，妈妈提议去爬山观光，等到晚上回来再和千春去吃点美食。不过她建议不如自己买菜回家做，等妈妈一起吃晚饭。她想证明自己的厨艺进步了不少。下班后，千春去了超市买了猪肉、鱼，还有各种蔬菜。可她忘了自己其实不会做饭，土豆烧肉直接烧成了一锅糊，烤鱼也焦得冒黑烟。幸好米饭没出问题。眼看只剩半小时妈妈就回来了，千春没别的办法，只能向阿佑求助。他带来的土豆烧肉只要到锅里热一下就好，但他觉得千春不该骗妈妈。虽然说的有道理，千春还是不愿妈妈知道他一个人独自在外地工作，连做饭也不懂，否则妈妈肯定会担心。俩人聊天聊得忘了时间，妈妈已经到家门口了。千春只能把阿佑和便当盒藏在阳台上。妈妈尝了一口鱼，柚子的香味扑面而来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可妈妈说越好吃，千春心里愈发愧疚。她坦白这些都不是自己做的，并拉开窗帘，让妈妈看到阳台上瑟瑟发抖的阿佑。千春解释自己这么做是为了不让妈妈担心，她想让妈妈知道即便一个人生活也没问题。真是没想到，结果却弄巧成拙了。这里有这么美味的便当，还有这么优秀的男生，难怪千春不想回东京了。妈妈看得出来，阿佑是在千春最痛苦的时候能帮助他的那个人，因此他很感激阿佑能遇到千春。知道千春在北海道过得很好，妈妈也就放心了。千春的人生应该由他自己选择，无论他以后住在北海道还是东京，只要千春健康快乐，他就很满足了。最终千春决定留下继续工作，空闲时依然会和熊叔、阿佑以及黑川先生聚餐。在他和阿佑的努力下，小熊便当店的新产品成功推出了。这款便当名为幸福满满，考虑到有食量较小的女生，或者是太累不想吃多的人，无论丰盛还是健康都能自由选择，只吃喜欢的菜，剩下的放冰箱里留着明天吃。虽然用了一点心思，但能让吃的人开心，这便是阿佑追求的厨师人生。聚餐后，阿佑和千春一起散步回家。阿佑突然开口说他一直有些话想对千春说，不过他觉得要等到新菜式成功后才有资格开口。如今终于成功了，他也能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小鹿千春小姐，我喜欢你，希望能继续为你做菜。千春终于听到了他期待已久的表白，
两人情投意合，终于开始恋爱，因为美食而相恋。幸福有时就是这样的简单。